这个地方真的是美到不行，就是跟照片上就是完全没有不一样。这根本就是明信片，超大的酿酒桶，有一个更大的，这个大概是飞机的大小吧，非常多个诺贝尔得奖的在这里念。然后台湾竟然连那个文化部总龙应台也是在这里念书的，它有法学、医学、哲学跟神学院。在很古老以前，哲学这个词其实是跟学生是画上等号的。我查了一下历年来法国哲学考试的一些题目，比如说，如果国家不存在，我们是否会更自由？区块链这个东西，它就是在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下车到海德堡了，第一站就是要去那个旅客中心买那个海德堡卡，它可以无限次的坐它公共交通工具，然后日常门票还会有优惠。一下就看到他们的涂鸦，其实超漂亮的，超好看的，各种很艺术很美。发现德国就是他们涂鸦艺术很强，我来拍个照。I want to have a Heidelberg card. Yes, for 1 day, 2 days, or 4 days. What's your recommendation? Because I just start using from now. So if I buy 1 day, what time will be expired? It's just for the day, like it's not 24 hours. It's just if you buy for 1 day, it would be today. And tomorrow, not anymore. You mean after the midnight? It will be... It's until they stop going, which is usually like around 2 to 3 a.m. somewhere between that. So can you remind me what's including? It includes this big city map, which is the Heidelberg guide. It includes the castle ticket with the cable car to the castle, the entrance to the castle, and the cable car back down. It includes the entrance to the old university with the university museum. Yep. It includes all public transport, of course. Heidelberg card. If you take the bus and trams, keep it with you, and if they ask, as they see, it's about 10 minutes. You walk less than Straße, and then there's a bridge on the right side. You cross the bridge, and it's the second. Danke. Bitte. Danke. Yes, that's correct. Okay,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You too. 觉得他们工作人员好可爱啊，就是从真心的想要引导我，可爱。OK，let's go。哇，一下公车就被惊艳到，我觉得超美的，整个城市都橘橘的。然后现在要去他们的缆车，然后坐上去看城堡。这张卡买1天是24欧，然后2天是26欧，算24小时就是算白天这样子。推。Bitte aussteigen. Next stop, Castle Station. Please leave here to visit the castle. 这个缆车超快的，大概只有5分钟吧，然后等也等超过5分钟。它穿越了一个地道，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view 的。但是来的时候真的有种中世纪的感觉，这个小城，哇，好漂亮，超级漂亮！随便看一个路。觉得现在这个季节非常漂亮。因为他们建筑物本身就是暖色调的，然后他们所有秋天的植物都变成金黄色的，超级美，很协调。觉得好像有机会可以在这边旅居。怎么美啊！我的妈呀！
超级漂亮。今天天气超好的，天哪，超级美！我可以在这边待一整天。请看一下那边的景色。天哪，这个地方真的是美到不行，就是跟照片上就是完全没有不一样。看那个 view。就是这个城堡战争的关系，所以其实摧毁过2次，然后现在修复之后，就回到差不多原本的样子。这真的是什么相机都拍得出来，是好看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这个观景台呢是非常非常推荐登高看整个海德堡的 view， 然后现在刚好有太阳，所以我觉得运气非常的好。然后它还有个博物馆可以去看看。然后从那边可以看到最有名的那个老桥在后面，在那边，就是经典的景点。城堡其实并没有很大，所以基本上我觉得2-3个小时就够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这里好像那个中药房，一模一样。原来其实古代大家的技术都是差不多。古代的医药像医生的那个工具像一样那么 fancy 吗？你看它上面雕花 ，fancy。fancy， 太有趣了吧！它模拟了以前的这种药局。为什么那边有只鳄鱼？实际上是为了要广告，不是为了要医治，搞笑。他是说为什么那边会有一个女生的那个椅子，药师透过那个窗口去跟那个病患沟通他有什么药这样，所以可以说是药的得来速。超大的酿酒桶，然后这间其实还有品酒的地方，但为了保持清醒，我就是不喝了，我只是来这边拍照。绕一圈，这边经过一个梁柱，其实这么大，到这后面，屁股，哇，还有超大，还有一个更大的，我看一下那个比例，我的妈呀，没有人去它，这个大概是飞机的大小吧。楼梯，哎，那边还有旋转楼梯，超夸张。超大的，我现在在它的楼，在它的顶部。What the fuck？ 这么大！是它整个建筑物都是按照它的酒桶弧形去做成的。看一下，超级大。绕一下，哇，超级大。看一下这个物价，2块其实还好。城堡走下来之后，就是直接来到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就是学霸的学校，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来念，有非常非常多个诺贝尔得奖的人在这里念。然后台湾竟然连那个文化部长龙应台也是在这里念书的。看一下他的学院其实很特别，它有法学、医学、哲学跟神学院。
它的神学院是研究宗教，我觉得超酷的。学霸学校，它都是研究型大学，差不多300万个学生左右，超级酷。如果在这个地方念书的话，肯定会念得很好的嘛。看这个环境。来到今天的补充景点呢，就是经典的老桥跟哲学家小径。在很古老以前，哲学这个词其实是跟学生是画上等号的，意思是说，其实你身为一个学生，就要懂得提出疑问，还要懂得要怎么样思考。哇，这非常震撼的。所以我到国中跟高中的那个阶段，我其实非常的忧郁，就是有点愤世嫉俗，因为很不懂为什么要考试。然后我也不懂上课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很常就是上国文课的时候写数学作业，然后在数学课的时候写历史作业，因为我会非常的想睡觉，觉得我非常不适合填鸭式的教育。虽然我不确定现在的教育改革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应该是有在进步的，因为时间变化太快了。好，我来到桥这里，这到底是什么童话世界 ？OK。我来到那个入口了，听说有一些传说，就是摸这个猴子的头巾会发财。我还不大摸特摸。如果摸那个老鼠的话，会生孩子。我觉得我先不要摸，以后再回来摸这个老鼠。从这个桥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城堡，因为所有的桥都会有人有上锁。城堡就在对面，从海德堡的那个老桥过来斜对面，入口就是往哲学家小径的一个小入口。如果说是14分钟可以走到，我们试试看，但是一个人走。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可怕。OK， 来到一个瞭望点，哇，超级漂亮！还是我走到这里就好了。我觉得眼睛看漂亮太多了，镜头拍不出来。终于到了。这边其实有车子可以进来，也有那个人在跑步。有人坐在这里思考，我也去坐在那边思考好了。那边有张彩色椅子，我就坐在这好了。先看一下这个 view， 哇，这个是明信片吧？这根本就是明信片，怎么那么漂亮？救命！我觉得我这趟我值了。上来之后，那我就坐在这边思考一下。我查了一下历年来法国哲学考试的一些题目，比如说，如果国家不存在，我们是否会更自由？工作能让我们获得什么？语言只是沟通工具吗？工作的价值是否只在于有用处？人应该竭尽所能的让自己快乐吗？是否只要有选择就算自由？法律的定义是否就是正义？种种诸如此类，我不觉得现在的自己也回答得出来。我也在寻找答案，但我觉得如果国家不存在的话，我们是否会更自由？这一题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回答，觉得是因为就我自己的职业来说，我是偏向数位化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我这工作其实非常容易 remote。我不确定这个题目出的时候，它是不是有这个数位化这么高度的年代。新冠肺炎之后，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偏向于线上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跨国。我觉得国跟国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模糊了。我觉得是自由的。就以工作这个基准或者这个技术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国家不存在会更自由。还有基本上有区块链这个东西 blockchain，
我之前也有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这个 fintech， 就是科技金融，它就是在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如果货币是跟随于国家的存在，那 blockchain 它就是跨国跟国之间的一种流通的货币。我觉得这个会越来越普遍，它是未来的趋势。当然，自由也会带来一些混乱。没有国家的话，那整个地球都是同一个国家。那么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规范存在，不然会非常的混乱。有句老话就是自律带来自由，但我觉得必须要有个一定要存在的事情是，可能要有一个州或是一个岛，专门是关一些罪犯等等的，或是说有没有一种新型的科学方式可以让人类犯下伤害他人罪行的人类可以有一个矫正的方式，那就是更延伸的议题了。但就我而言，我觉得如果国家不存在的话，已经有很多很多东西正在往这个概念去靠拢，像是你要移动的国家。我现在在台湾，我的薪资可能远不及于香港、日本或韩国。但如果我在增进自己的实力的话，跳到这些其他高度发展亚洲国家，我的薪资可以往上升，然后我的福利啊等等也可以更加加分，也越来越多人去突破这个壁垒。还有语言这件事情 ，AI 已经出现了，它可以毫无悬念的转换很多种不同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将来语言教学这件事情会被直接被翻译取代，然后语言教学变成是一种文化的分享，可能会接近一种传统文化的艺术品等等的。所以基于以上这几点，我认为如果国家不存在的话，我会更自由。无论是口说或者是书写，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训练大脑思考的方式。当然，旅行也是一种。我走，我看，好像在讲一些干话，但我确实深深感觉是不能停止做这件事的。如果我今天30出头岁才知道要独立思考，或者说知道怎么样正确独立思考，那我觉得还来得及。然后我会一直继续下去。哲学家小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ending， 超棒，推荐。欢迎大家来这边一起思考。要提出正面的论述，你就要有能力提出反面的质疑，会是一个好的思考的练习。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意见的话，可以告诉我。天青色的言语，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过江千万里。